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20集。今天呢，想聊一个我其实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啊，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陷入对立？我说的不是那种正常的意见不同啊，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左派、右派啊，男女矛盾、贫富矛盾、城乡差异，是吧？世代之间的这种价值冲突都有。我今天想聊另外一种东西啊，就是在中国啊，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经常不是说先讨论事情本身，而是急着给所有人分组啊，就把你放进某一个组里，那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啊，你说什么都不需要听了啊，因为你的身份已经替你完成了论证。所以今天我想聊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啊，今天这种强烈的这种冲突啊，敌我思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呢把这个事情啊解释成民族性啊，说中国人从古至今就是这样，我不相信这个解释啊。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把中国的政治史啊往前去翻，你会发现呢，中国古代啊，当然有非常残酷的这种政治斗争，是吧？有忠臣、奸臣、华夏蛮夷啊，士农工商、良民贱民啊，有党争，有改朝换代，有株连九族。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是一个没有敌我的社会嘛啊！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得注意啊，就是中国古代王朝啊，它并没有把自己的全体臣民啊永久的划分成人民和敌人两个阵营啊，并且呢是把这种划分本身啊确立为这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原理。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啊，这也是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去聊的啊，就是说我们先从一个短语啊说起啊，人民民主专政啊，一说起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会说这6个字儿，对吧？大家非常熟悉这个短语，但是具体什么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民主啊，我们就先从里面的民主说起。那民主什么意思？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合法性啊，最终来自全体公民，这就是民主，对吧？就是你支持政府也好，你是反对政府也好啊，你左派右派富人穷人，你是信教还是不信教 anyway， 只要你是一个公民，那你的政治身份啊原则上就是平等的。但是中国讲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套逻辑不是这样的啊，这6个字里面啊，民主和专政我们先不谈，其实最重要的是人民那2个字啊，谁是人民？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一篇文章啊，《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啊，因为再过3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那毛呢，在里面就说得非常明白，就当时所谓的人民是谁呢？啊，毛泽东说啊，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那不是人民的是谁呢？地主阶级。啊，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啊，好，区分开了。那毛对这个制度有一句极其直白的解释，啊，就怎么实行我们这个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呢？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甚至说啊，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啊，这样说。所以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啊，人民就不是一个人口学概念了啊，不是说所有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人民，不是。在中国，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你要首先被判断你是不是属于人民这个集合啊，然后才有民主的范围可以谈，对吧？其实这个是理解后来中国很多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啊。好，那这一套思维是毛泽东是从哪儿想出来的呢？这还得再往前推啊。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啊，就在马克思主义里啊，国家不是一个超越阶级啊，替所有人主持公道的这么一个中立机构啊。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呢，他认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封建国家啊，那就是地主阶级统治别人的工具啊，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工具。那资产阶级国家呢，就是资产阶级啊去统治别人的，也是把国家当成工具。这是马克思就这么看待国家是什么啊。
那好，后来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对吧？那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就不存在了吗？说也不能立刻取消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干嘛用啊？用来压制被推翻的之前的那些统治阶级。这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理论来源。好，接着发展到列宁这儿，那这个思想就更加具体了嘛。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啊，布尔什维克面临的这已经不是这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了，而是革命已经成功了，对不对？那我之后要怎么统治呢？这个国家，好，于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实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啊，中国人提的这个不是中国几千年的这个皇权政治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20世纪革命政治的一个产物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阶级国家观，然后到列宁主义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到了中国又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啊，因为中国跟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啊。中国当时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产业工人数量很少，那如果我只说无产阶级专政，那你比如说中共搞革命啊，依靠的是广大农民，那农民不算这个无产阶级啊，那怎么聊呢？对吧？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融进来呢？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吧？所以毛泽东就用这个表述把这个政治共同体扩大了。1940年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啊，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各革命的这个阶级啊联合专政。那这就是后来人民民主专政的雏形嘛啊。好，你注意这个结构啊，它不是说全体中国人我们共同组成一个国家，而是呢，我要先判断哪些阶级啊或者哪些阶层属于我们这个革命力量。然后由这些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掌握这个国家，你其他不是革命阶级的，你要被统治，你要被专制啊，对吧？所以一开始就包含这两个动作：联合，然后排除啊。到1945年啊，《论联合政府》里面就继续发展这套思路啊，然后到了1948年。中共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啊，就我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对吧？好，毛泽东这个时候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到1949年3月，中共7届二中全会，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了嘛啊，毛呢就再次把它总结为啊是。就把刚才那个话又往前推了一步，说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就是6月30日，刚才我说的那篇非常重要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好，到这儿理论基本成型了。那3个月后，1949年9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就正式把它写进了这个新中国的这个根本制度了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那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的那第一份啊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开始，就不是以这个全体公民来定义的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以人民来定义的政治共同体。那谁属于人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身份问题，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那我们讲到这儿，我们回看一下中国的古代，对吧？有人就会说了，说那专制，那古代的皇帝不杀人吗？那当然杀，对吧？那说古代的中国人就没有敌人吗？当然有。什么是敌人？在古代中国的这些各个王朝的语境里，造反的是敌人，对吧？谋逆的是敌人，当然了，外敌入侵的也是敌人，是吧？或者比如在搞文字狱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写了一首诗讽刺的诗，你就成了这个皇帝眼中的敌人，这些是敌人。但是在帝制时候的中国和后面革命时候的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传统的王朝的这个政治理想是把天下纳入到一个秩序里，对吧？儒家讲礼，对吧？讲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吧？讲教化等等，当然它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政治秩序皇帝在最上面，然后官僚，然后士农工商，是吧？在各个的位置，他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天下太平没有造反，没有造反就没有敌人
大家各安其位就 OK 了，那就没有敌人这个社会。那一个普通的农民啊，他如果他能够交粮纳税啊，不犯法不造反，你这样的话啊，虽然也不平等，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啊，他就没有一个制度性的需要去骚扰你，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要跟你确认一下啊，你究竟是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啊，你是不是我们革命这一边的人？但皇帝不需要干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到了这个后面啊，共产党的这个革命政治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革命政治的基本世界观不是说世界是一个需要维持的秩序，就像古代中国那样，他不是这么想问题的。他认为呢，世界是一个存在根本对立的一个战场啊，地主跟农民，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啊，进步和反动啊，人民和敌人，这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历史就是在这些矛盾之中啊，斗争之中去前进的，这是他的基本观点。所以我认为中国20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却经常被忽略的这一个政治转变啊，就是传统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不同的人安排在同一个天下。但是那个时候的革命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变成了如何辨认啊，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啊，这两者当然都有可能有专政啊专制，但是是不同的，对吧？当然了，你说革命年代说有敌人，这很好理解，对不对？国共内战，然后政权交替，那你有军队啊，有这些地下组织啊，武装抵抗啊什么的，这当然都有敌人。但是你革命胜利了以后呢，对吧？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结构就是人民加敌人嘛，啊，那么你原来的这些敌人都被消灭了，这结构怎么办呢？这结构就坏掉了，对吧？所以这个问题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说，好，因为这个政治制度就建立在敌我分类之上，那接下来必然出现一个问题了，原来的敌人没了，新的敌人是谁？对吧？你土改的时候，地主是敌人啊；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敌人。好，到了1957年，这个理论就被毛泽东进一步精细化了。毛呢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创造啊，就是把这个社会矛盾它给分成了2类。毛泽东说一个叫敌我矛盾，一个叫人民内部矛盾。那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缓和，是吧？就是毛泽东也承认人民内部也会有不同意见，发生矛盾，那你不能什么事儿都当成敌我矛盾。但问题就是谁来判断呢？这一个矛盾出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不是小问题啊，因为一旦划到敌我矛盾这一边了，那就不是普通的政治分歧了，就你的政治身份就发生变化了。那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边界有多么大的伸缩性，对吧？原来是邀请大家都向党提意见啊，结果好多人就被划成右派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就是人民这个标签这个词儿不是一个你比如你现在是人民，你以为你就拿到了一个终身有效的这么一个会员证，不是的。你今天可以把你算在人民内部，明天就重新分类，你就不是人民了，你就变成敌人了。那这一套敌我分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进一步膨胀。然后文革很著名的一条这个政治语言是什么？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都那个时候胜利了10几年了，还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跟谁斗呢？对吧？你这些原来这些阶级都随着旧制度都消失了，那就是什么？你就要发现新的敌人，它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去重新发现的东西，对吧？地富反坏右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吧？牛鬼蛇神、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就各种各样的，全是敌人啊！发明创造。包括这个共产党你自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也被说成是叛徒、内奸、公贼，是吧？到了这一步，敌人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那种客观的、固定的一个社会阶层了，它就是一个流动的了，一个政治判定，对吧？这就有一个特别可怕的社会后果，就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证明自己不是敌人，你看荒谬吧？所以文革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表态、站队、划清界限、揭发、批判，然后证明自己很红，对吧？你必须得这么表演因为沉默本身也会要求你解释的，就是你为什么沉默，
你为什么不批判他？你为什么同情他？你和他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就已经不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吧？学生审查老师啊，同事揭发同事啊，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夫妻互相检举，那整个社会就学会了一种政治技巧啊，就是通过辨认别人的立场来证明自己的安全啊，这就是敌我政治真正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国家监视每一个人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就互相的就对立上了嘛，互相监视了。那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第一部宪法第一条啊，使用的是人民民主国家这样的表述啊。但是到了这个1975年文革期间制定的新宪法，然后国家的性质被直接写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啊。所以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把人民民主专政推向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清洗的一个极端啊，那好，那我们说，那文革结束之后呢？毛泽东死了之后，1976年之后，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文革结束了，那支撑文革的这整套政治逻辑是不是应该被放弃？那邓小平接着来，他给的答案非常复杂，就是一方面他确实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做法啊，反对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吧？推动这个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但是同时呢，邓小平也强调啊，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谁是敌人，而是如何让国家发展起来，是吧？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就从革命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了，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这6个字，没否定啊，这个国家制度啊，他没有否定啊。1978年的宪法仍然沿用啊无产阶级专政这6个字。1979年3月30日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4项基本原则，对吧？其中第2项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啊，那另外3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啊。好，这4项基本原则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制度里一个重要的边界啊。也就是说，邓小平否定的是文革式的阶级斗争，但他没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啊，就是很多人理解改革开放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就好像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直接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但实际上呢，改革开放不是放弃这个国家的全部的框架，而是在原有框架里进行一些调整而已。毛那个时候强调的是说，谁是敌人啊，我们就要斗争，是吧？邓小平强调的是什么？不是说不斗争了，不是说不去发现敌人了，而是说我们要避免一个政治混乱，让国家能稳定发展。根子他并没有放弃，所以人民民主专政在邓小平时代只是被重新解释了一下，对吧？它不是说表现成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了，而是变成维持这个国家政治秩序的一种制度安排，对吧？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没有改变，就是国家仍然保留了人民与非人民的这种政治划分。那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主张、所有的组织形式都天然被认为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对吧？哪些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哪些时候就是你就不是人民了啊，又变成了这个敌我矛盾了，对不对？这个判断的权利在谁手里啊？仍然在现有的这个政治体制手里啊，还是在共产党手里，对吧？那你看到1982年的宪法，就重新恢复了这6个字啊，人民民主专政。到今天为止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第1条仍然写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你看，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毛泽东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个历史文物啊，一个历史口号，不是的，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体啊。我觉得这是理解今天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入口，就是我觉得我们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说某一次政治运动，是吧？而是一个政治语言，它完全建立在人民和敌人的这个区分之上。中国的政治语言就是底层就是要区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敌人我们就要斗他啊。
那谁来斗呢？谁来专制这些一小撮敌人呢？人民啊，大部分人民可以专制，但是人民你怎么知道谁是敌人呢？你有那个进步性吗？谁来带领你去跟这些敌人斗呢？共产党啊，共产党是先进分子啊，谁能变成共产党员是进步的先进分子啊，他们有比人民更高的觉悟，他们能帮人民发现敌人啊，于是呢，他们带领人民去斗这些敌人，专制这些敌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政治语言上啊，你就可以分析现在中国的这个一个社会啊的冲突，包括这些词儿啊，什么是对手啊，什么是这个和敌人或者和对手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吧？当然有人就说了，现在哪还有什么地主富农反革命什么没有，是词儿换了而已，对吧？改革开放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你的阶级出身也不太像毛泽东那个时候的那样可以决定你的一生了，是吧？市场经济出现了，私人企业出现了，人也可以出国啊、经商啊，拥有大量的私人财产。但是这一套政治制度运行了几十年呀，它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制度，还有语言，对吧？也不只是语言，包括人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我们说的敌我思维，就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制度之后，残留在每个人脑子里的这个思维方式，敌我思维，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脑子里还在。你们想想今天中国互联网上这些争论，对吧？就一个中国人批评中国政府，大家就往往说的都不是说去看他批评的有没有道理，而是说你是不是恨国呀？你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呀？对吧？一个什么关于女性的案件出来，迅速就能变成男女的对立啊！一个国际事件出来，又立刻划分爱国者和卖国贼什么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够说啊，就是比较客观的说，哎，就在这个事情里 ，A 呢它有道理，但是 B 呢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就不行，对吧？你在华语世界你必须要站队，甚至什么跟政治无关的娱乐、饭圈、游戏、体育什么，你都使用同一套语言，都要站队，都要划分敌我。就中国人特别不习惯说，就是看见一个人啊，他站在中间的地带，也不习惯啊。为什么呢？就是敌我政治啊，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呢，就是中间地带会令人不安啊。所以就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公共讨论习惯啊。我们就先确认身份，才去判断观点，对吧？但其实正常的应该是反过来，我们先判断观点。最后再说啊，你是什么身份，但甚至你是谁也不重要，对吧？好，最后我们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认为呢，比民主和专制啊更加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啊和公民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不只是批评解构，对吧？这个系列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就在于建构。我觉得我们把事情拆开了之后，要去建构一些东西。告诉大家一些东西，就是人民和公民到底有什么不同吧，对吧？人民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词，是不是？但是它也是一个在中国很危险的一个政治词汇啊，因为就是有人可以定义嘛，啊，有权定义嘛，谁属于人民嘛，对吧？你定义了之后，必然有一些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但是公民不一样，公民首先是一个法律身份啊，你在一个民主国家，对吧？这就可能有，比如政府都可能讨厌你这个人啊，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讨厌你啊，你也可以说很愚蠢的话，你也可以反对现在这个政府，反对执政党，反对主流价值观都 OK， 只要你没有违反法律，那你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公民，你依然拥有不可被任意剥夺的权利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标题本身啊，那中国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对立，是吧？当然这个答案不是说只有一个了。那你利益分配不公就会对立吗？贫富差距也会造成对立，城乡户籍、民族主义、性别问题都会造成对立。社交媒体的这些算法同样也在帮助放大这个对立啊，甚至你说人类本身吧，我们就有区分我和他人的这种心理倾向嘛，对吧？所以我倒不是说啊，中国今天所有的这个社会撕裂都是人民民主专政6个字造成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现代中国它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这个政治历史啊，就是把人类啊本来就存在的这种群体对立呢，它进一步
变成了一套国家级的政治语言，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呢，又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有人民，还有人民的敌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必须要清楚，对吧？所以久而久之呢，这套政治语言就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了，继而转为思维方式OK，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就是已经不再说阶级斗争了，是吧？但是还是非常擅长站队我们也不再说什么地富反坏右这些词儿了，这些标签了，对吧？但是我们还是就是给人贴新的标签，是不是？我们也不再说什么革命群众阶级敌人，但是我们面对一个公共事件的时候，还是本能的在寻找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我们这一波的，谁是他们的，谁应该被打倒。但是一个现代社会不是由人民和敌人组成的，就这一套语言从本质上是错的，对吧？它是由无数的彼此不同的人组成的，这些人之间有利益冲突，对吧？民主就是会有冲突的，对吧？民主首先承认的就是这些冲突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我们不能够说把其中一部分人开除出人民然后去建设一个什么更好的国家，这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你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们都得能接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可以是我的对手，但你不是我的敌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大家也可以去理解就是这个刘晓波说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就我可以反对你，我可以批评你我甚至可以投票让你下台，我也可以非常讨厌你，但是我不是要消灭你，敌人是要消灭的，是不是？这些都不对，就是说因为你的权利就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是我给你的，对吧？不是我赏给你的。好，反过来我的权利也不是你给我的，你赏给我的。我们大家的权利都来自同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都是公民，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人不理解的，天天讲人民人民，很少有人敢讲公民公民，对吧？所以我觉得得到了一天中国人就是真正走出那个延续了这几十年近100年的一个问题什么谁是敌人，谁是人民，把这个事情忘掉，对吧？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谁有资格成为人民，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什么问题是真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彼此不同，彼此反对甚至彼此厌恶的时候，我们在这种时候，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让我们互相厌恶的人，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都是平等的公民，这样的制度是最重要的，这是民主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未来要去建立的真正的国体，而不是人民民主专政把这个宪法，把这个国体，把这个制度改变之后，那这种区分敌我的这种思维有可能经过几代人会慢慢的从中国人的这个思维里清除掉。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的社会就没有现在这么对立了。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